最近啊，广州这个中国第一省会城市可谓是病急乱投医了。短短1个月内，连发4个大招，想要拖住楼市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越救越惨。咱们先来看看这4连招都是什么。第一招最狠，直接掏出户口这个大杀器。11月18日，广州一口气开放7个行政区可以买房落户，这在1线城市里还是头一遭。要知道，广州可是中国第一个放开限购的1线城市，现在又成了第一个开放买房落户的1线城市，这不是自降身价是什么？现在在白云区、黄埔区这些区域买个房，只要你在广州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，就能拿到广州户口。这操作呀，跟南京、杭州这些2线城市有啥区别？以前广州好歹还端着1线城市的架子，现在是彻底不要面子了。第二招更绝，直接效仿深圳，要去收购存量商品房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人家深圳是真金白银的收，广州这边光说不练。为啥呢？因为开发商不傻呀。按照其他城市的经验，政府收购价格通常要压到市场价的4折以下。现在广州的房价，普通住宅均价2万多一平，压到4折就是8000一平。开发商当年拿地成本、建安成本、税费加起来都超过这个数了，这不是让开发商亏本吗？第三招，跟着北上深的步伐，取消了豪宅线。但人家北上深取消豪宅线是底气十足，广州这是没办法了才取消的。第四招最新鲜出炉，11月26日宣布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，一个人最高能贷80万，2个人最高能贷160万，生2胎以上的家庭还能再上浮40%，听起来不错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都是表面文章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商业贷款利率已经低到 2.65%、2.74% 了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才 2.85%， 二套房 3.325%， 这点利率差距能省几个钱？最讽刺的是什么呢？就在这个政策出来没几天，广州的银行就集体上调了房贷利率，统一要求不得低于 3%。这不是把公积金政策的那点优惠又给抹平了吗？看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一个悲哀的事实？堂堂的中国第一省会城市， GDP 10强城市之一的广州，现在已经完全沦为2线城市了。别的1线城市就是都还在端着，广州是真的跪着也要把房子卖出去啊！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广州这么着急？我告诉你们，因为这1年的数据实在太难看了。先来看看10月份的行情。表面上看，广州的成交量挺喜人，新房网签破万套，达到10463套，二手房成交13188套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这成交量背后藏着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其他1线城市的数据。深圳10月新房网签暴涨 2.5 倍，从9月的1686套飙升到4153套，二手房从3191套涨到6118套，涨了将近1倍。北京更猛，二手房网签 1.7 万套，环比增长 31%， 创下19个月新高。新房也不含糊，4500套的成交量比9月份足足多了 50%。 上海就更不得了了，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增加 39.8%， 同比也增了 14.4%。 二手房更是放了个大卫星，24376套，环比暴涨 54.25%。 但是广州干了个啥？在其他1线城市房价都在涨的情况下，广州新房价格环比下跌 0.7%， 二手房跌了 0.4%， 这就尴尬了。更尴尬的是11月份，深圳前17天的日均新房网签量达到276套，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，二手房日均240套，也是近3年新高。
上海11月前12天就成交了10514套二手房，创下今年以来单月成交破万最快纪录。再看看广州，11月前10天新房只卖了2024套，二手房从10月最高峰的3100套每周跌到现在的2500套每周，这不叫一枝独秀了，这叫一枝独断啊！更要命的是库存。截至10月底，广州新房库存量高达1317万平方米，按目前的卖房速度，得卖21.7个月才能卖完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要2年才能把现在的房子卖完。可别以为这就完了，还有更惨的。2024年前3季度，广州仅成交15宗住宅用地，总出让金345.2亿。去年同期是多少？825.9亿，跌了差不多60%，创下了2017年以来的新低。我给你们列个明细账：2021年78宗地卖了1779亿，2022年47宗地卖了1221亿，2023年43宗地卖了1183亿，2024年上半年才卖出4宗地，揽金区64.77亿。这就是为什么广州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但更让人心疼的是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。你看这个数据多吓人，广州不仅房地产跌了，连带着整个城市都快跌停了。可以说，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楼市问题了，而是一个城市能级保卫战。广州这座城市的情况让人看得直摇头。我给大家爆点猛料：2024年前3季度，广州 GDP 增速只有 2%， 总量22,149.95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和去年同期相比，广州 GDP 只增加了380.11亿。在 GDP 10强城市里，这个成绩是倒数第一。不光是10强城市，就算放到全国26个万亿 GDP 城市里比，广州也是倒数第2，就比佛山强那么一丢丢。你们说，这是一线城市该有的表现吗？要知道，广州可是第一省会城市啊。现在倒好，广佛同城变成了广佛共尘。那问题来了，广州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？我给大家分析2个主要原因。第一个，工业崩了。前3季度，广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.2%， 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直接暴跌 17.4%。这个数字大家要牢记，因为它说明广州最重要的支柱产业都开始摇摇欲坠了。第二个，房地产垮了。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0%， 商品房销售面积也跌了 10%。这2个 10% 加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大大的伤口。最要命的是什么？我发现政府救市的力度和房地产跌幅形成了一个怪圈，跌得越多，政府救得越狠，救得越狠，市场信心反而越弱。这不是死循环是什么？更搞笑的是什么？其他1线城市都还在端着1线城市的架子，广州倒好，直接把1线的招牌给扔了。买房不限购，想买几套买几套，和2线城市一个待遇。卖房不限售，只要有房产证就能卖，跟炒股似的。首付超低，首套2套都是 15% 起，这哪像个1线城市？我敢打赌，如果广州现在的这些政策放在3年前，别说1线城市了，就是普通2线城市都不敢这么玩。有人说广州这是在自救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哪是自救啊，这是自暴自弃。一个城市一旦失去了信心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最近我看那些官老爷们每次开新闻发布会，都在说形势一片大好，市场止跌回稳。我就想问问，既然形势这么好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四处救市？既然市场已经回稳，你们又何必这么着急忙慌？讲真的，看着广州这个样子，我就想起了那句老话，城市不倒，房价不倒，房价一倒，
城市就倒，现在的广州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啊，我看广州这轮救市，就像是在救一个快要沉船的城市。但问题是，你光救房地产，不救实体经济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一线城市都开始玩这种自降身价的把戏，二三线城市还能撑多久？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悲剧，而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走向的缩影。真要说起来，广州现在的遭遇就像是一个警钟，在提醒我们，一个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城市，最终会沦落到什么地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，广州不是在救市，而是在垂死挣扎。因为一旦这种自贬身价的玩法开始了，就很难再回头了。这次的教训啊，不知道其他城市看在眼里，会不会痛在心里？但我敢说，这恐怕只是开始，因为市场的惨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